这哪里是金，根本一文不值。你说什么？之前检验那块就是从这大陆切割出来的，跟之前拿来的不同，这些毫无价值，就跟假黄金没两样。不可能！我该怎么办？不！Jint，我们刚接到一通有关发生在珍珠坊诈骗案的电话，受害者声称2名中国籍人士利用假黄金骗了他4000块。假黄金？那2位卖他假金元宝的男人声称他们是在建筑工地挖到的。我猜这些金元宝藏在贵重的花瓶里，还加上一份遗嘱。不是吧？那好，赶紧行动吧。你好 ，Yes, ma'am。可提供哪些资料？受害者是卢思梅女士，就是那位穿青色裙子的。大约下午1点20分，她和2位中国籍男子抵达金店，目的是鉴定1小片黄金的价值。那些黄金值钱吗？店员确定黄金实属值钱后，卢女士便跟这2位男人离开，后拿着一些金元宝回返金铺，但是这些金元宝都是假货。他有没有付钱给那2个卖假金元宝的人？有，4000块。他声称从附近的2台提款机取款。Patrice， 你去跟金铺的店员了解更多情况，同时查看店里的监控录像，获取2名嫌疑人的画面。OK， 好的。谢谢，谢谢。哦，好的。这里由我来吧。卢女士，是，我是来自中央警署的高级调查员吴静。哦，可以跟你了解情况吗？可以的，请过来这边。你是怎么认识这2个人？一个叫小刘的男人在过去的3天打了2次电话给我，问我能不能跟我店里买中医配套，我就说必须亲自下来我的店。那然后呢？今天就2个男人来到店里。他们自我介绍说是温先生和朱先生，我就以为是小刘帮他们做的预约。他们跟我说他们是建筑工人，在工地挖到值钱的宝藏。他们找到一个旧花瓶，里头有70到80个金元宝，还有一份遗嘱。但是他们说没读过多少书，所以看不懂写了什么。我尝试读那份遗嘱，但是太旧太模糊了，我实在看不清楚。他们问我，如果将金元宝邮寄回中国合不合法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所以我建议他们拿金元宝到附近的金店鉴定。我还说我可以载他们过去。为什么你决定帮他们？就因为他们和我是同乡，他们也说工作十分辛苦，希望金元宝能改善生活。原来如此。你有这位小刘的电话号码吗？有，不过2次他都用不同的号码。那接下来呢？在停车场里，朱先生开始用手锯切割东西。他在干嘛？就切1小块来试试。为什么？拿这些进去金店不安全，要是他们认为我们是偷来的，那怎么办？你有没有看到手锯的样子？没有。你有看到他切什么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坐在我的后座。可以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吗？早前，卢女士跟2个男人来到店里，他们要求我鉴定1小片金块。
这属于非常优质的黄金。真的？那么值多少钱？根据重量和纯净度，我的估价是400块。非常感谢你的帮忙。不客气。谢谢。确定那一小片的金块品质属于优质后，我们就离开金店，回到我的车内，为什么？商量接下来做什么。要不要把全部的金元宝拿去金店做鉴定？如果品质好的话，可以卖给金店套现。不行，这样子太危险了。要是他们认为这些金银宝是我们从工地偷来的，就要报警找我们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你想怎么做呢？大哥，我们不能把这些金元宝带回宿舍，这么做太危险了。卢女士，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忙吗？我能帮上什么忙？在我们还没决定怎么做之前，你先帮我们保管这些金银宝，我们信得过你。你确定吗？为了保障我们的利益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先给我们1万块钱吗？这么一小块，就值400多块了。那所有的金元宝加起来，肯定值几十万呐。但是我身上没那么多钱。那你是老刘介绍的，你不用给我们很多钱，你有多少？大概4000。4000呢？好吧，就4000吧。是什么促使你想帮他们？就是个顺水人情，我也不会有任何损失，因为金元宝由我保管。那么接下来呢？我们去了附近的提款机提钱，我把现金给了他们，他们交给我装了30个金元宝的袋子，我就准备去金铺做鉴定。他们跟着你去吗？朱先生在附近的小贩中心等我们，温先生跟着我一起去。不过，当我们快走到金店，他突然消失了。我当时真的感到十分紧张。那你怎么做？我就自己继续前往金店。到了那里，店员鉴定金元宝后，却说全部都是假货。对，我还以为能从他身上多捞一笔啊。可是这提款机每天底线好像只有2000。没事的，接下来几天我们的名单里还有几个锁定的目标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必须非常小心。我相信他已经报了警，警方应该已经开始搜寻我们的行踪。那你要我们干啥？拿10块钱去买点吃的。那你呢？我留在这里打多几通电话。出去前先换件衣服。哦，吃饱了回房等候指示。知道了。记得把零钱还给我。Sir，晚上好。 Sir 你好，假黄金案件有任何进展吗？金铺的监控录像显示，其中一名嫌疑人穿着一件蓝色长袖衬衫，另一名穿着一件灰色短袖衬衫，身上还背着一个黑色单肩包。还有其他的吗？监控录像还显示，在卢女士第2次进入金铺之前，陪伴她的嫌疑人悄悄朝小贩中心的方向溜走了。根据卢女士的陈述，这意味着嫌疑人是温先生，因为朱先生在附近的小贩中心等候。我们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吗？不知道，我们还无法确认他们的真实身份。我们已经发布寻找符合嫌疑人描述的通缉令，并且也在查看警方的电眼录像。该地区的公共交通保安指挥处警员也在密切留意。好的，随时向我汇报。 Yes, sir. Yes, sir. 好的，金，我稍后再联络你，谢谢。进展如何？我们筛查警方电眼的监控录像后取得证实，这些画面来自昨天和前天。
与描述相符的嫌犯在珍珠坊和桥北路一带的几家商店被看到。这是他们第一次和卢女士在中医诊所附近见面的录像。太好了 ，Fatrice， 马上联系德士公司，找出2名嫌犯在哪个地点上车，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同党。好的。谢谢。小心行动，千万不要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太久。好嘞，咱们待会6点钟见。Jane， 怎么样？再送嫌疑人的德士司机说，他们是在桥北路上车的。他说他们讲华语，但在整个过程中看起来有些紧张和不安。他们是用现金支付的。在见卢女士的前一天，我们在桥北路的警方店眼也拍到了他们。你觉得他们住在桥北路一带吗？合乎情理。叫大家集合。我们在寻找2名男嫌疑人，年龄在50到60岁之间，照片已经发给你们了。他们在这个地区出现过几次，很有可能他们是住在这里的小酒店或者是旅馆里。OK， 我们将分成2人1组，彻底搜索这个区域，向酒店和旅馆工作人员了解情况，并且查看监控录像。好的。其中1名嫌疑人的包里带着一把手锯，所以请保持警惕，好吗？出发。好。是的 ，ma'am。你好，我是来自中央警署的高级调查员吴静。你见过这2个男人吗？这个和这个。啊，谢谢。喂，Joseph。好，我们这就过去。嫌疑人今早一起离开了酒店，身边还有另一名男子。他们全住这里吗？让我查查看。做得好，Joseph。3人在6月14号一起登记入住，预计21号退房。温彦春和朱小远住在506号房，康守明住在508号房。Joseph， 寻求移民与关卡局的帮助，把嫌疑人列入停留名单。好的，谢谢。除了主要入口，还有哪些其他出口？只有一个紧急出口，通向这排店屋的后巷。谢谢。同事们 ，Royas 和 Eleanor 负责掩护后门 ，Joseph 和 Jas 你们驻守在对面的街道。Fatrice 和我将伪装成游客，在酒店前台办理入住，清楚了吗 ？Ma'am， 出发。好的。嫌犯们出现了，他们正走向酒店。所有人待命。他们现在在酒店门口外面，但停下来了，因为其中一个人还在打电话。走进去了。
察别动！警察别动！我是来自中央警署的高级调查员吴静，你们涉及欺诈遭逮捕，铐上。靠墙。右手往后放，别动，别挣扎。我们从你的酒店房间里找到了这个。这些名字是谁的？是谁给你这份名单的？是中国经济给我的名单。这些都是中国人，住在新加坡。在你的酒店房间里，总共发现了106块假黄金和3990块现金。我们还发现了一把手锯。是谁的计划利用假黄金骗人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按照指示做的，在中国买黄金，带到新加坡。你怎么认识温彦春和康守明的？我们第一次是在中国机场见面，在新加坡是和守明见面。接下来呢？守明打电话给人，彦春和我见了他们，并拿了钱。经济答应给你多少30%的钱。那你赚了多少？就如你是一个，他是唯一的。在您刚看到的斑眼案件中，3名男子合谋欺骗受害者，使他误以为他们拥有货真价实的金元宝。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，并借助取得的监控录像，中央警署的警员迅速确认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。3人在24小时内被捕，成功阻止他们欺骗更多受害者。警方对这类罪行采取零容忍态度，并将不遗余力地追捕犯罪分子。为了避免成为这类诈骗的受害者，公众应当采取以下防范措施：首先，跟信誉良好、经过授权的正规零售商购买商品，遇到听起来好到难以置信的优惠，一定要保持警惕。另外，在支付任何高价值物品的款项之前，应寻求专业人士协助，验证其真实性和价值。你知道新加坡警察部队每年都会发布年度犯罪简报吗？简报把聚焦放在了主要的犯罪问题，以及警方与各方合作应对这些问题的努力。在2024年，备受关注的实体罪犯就包括商店盗窃、非礼和偷窥罪。在2024年，共发生了4237起商店盗窃案件，这占了去年报告的实体犯罪案件相当显著的部分。闭路电视的普及使零售商能够更好地识别重复犯案者，协助警方逮捕他们。
这起着显著的威慑作用。即使暂时未被发现，他们最终会被识别并面临后果。社区也可以帮助遏制商店盗窃案件，保持警惕，并及时向当局举报可疑活动。2024年第2大受关注的犯罪是非礼案件。去年非礼案件数量从2023年的1528起下降至1427起。尽管案件数量略有下降，我们仍鼓励公众保持警惕，并与当局合作，进一步帮助遏制这一个趋势。2024年第3大受关注的犯罪是偷窥罪。去年偷窥案件从2023年的476起上升至519起，公众的警惕性有所提高，并积极帮助举报偷窥案件，保护毫无防备的受害者。在发现及举报行动下，犯罪预防提示被显眼地张贴在地铁转换站。警方将继续与全国罪案防范理事会以及其他合作伙伴携手，共同维护新加坡的安全。你也可以尽一份力，加入社区巡逻计划，与我们合作，保护自己和亲人。现在你知道了，让我们共同努力，打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园。冒充政府官员诈骗是指诈骗分子假扮政府官员，以欺骗受害者。以下是一些诈骗分子伪装成警察的时候使用的虚假证件事例。如果有陌生人自称是政府官员而联系你，请你务必提高警惕。以下的4件事是政府官员或警察绝对不会在电话中要求你做的。第一，他们绝不会要求你转账。第二，他们绝不会要求你提供个人或银行账户信息。第三，他们绝不会要求你安装来自非官方应用商店的手机应用。第四，他们绝不会直接将你的电话转接给警方，除非你拨打995求助于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。如果你需要更多建议，可拨打24小时提供服务的 Scam Shield 求助热线1799，或浏览 Scam Shield 网站。让我们一起行动，打击诈骗。感谢您收看这期的《绳之以法》，我是王若晨警监，请大家各尽本分，预防、遏制和侦测罪案。再会。